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诊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个你我每天都在做，却可能完全没做对，甚至是在严重亏待自己的事情——睡觉。很多人啊，包含我自己以前也常常觉得，睡觉嘛，不就是休息，少睡一点好像也没差，隔天多喝2杯咖啡就搞定了，对吧？牺牲睡眠去拼事业、拼学业，好像还是一种很热血、很努力的象征。但如果我跟你说，科学证据显示，这一切都大错特错。睡眠它远远不只是休息，它其实是你身体最底层、最核心的维生系统。而且长期忽略它，后果可能会比你想象的严重非常非常多。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拆解世界顶尖睡眠科学家 Matthew Walker 的研究，看看当你不好好睡觉时，你的大脑和身体到底会付出多么惊人的代价。OK， 我们直接来个震撼弹。我知道这张投影片的内容听起来有点太直接了，对吧？但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 Matthew Walker 在他的演讲中开宗明义就提出来的研究结果，就是要先把你敲醒。他还补充了一个更惊人的数据：长期每晚只睡5到6个小时的男性，他体内的睾固酮浓度会跟一个比他老10岁的人差不多。各位，你想想看，这是什么概念？光是睡眠不足这件事，就让你身体的关键荷尔蒙状态直接老了整整10年。这会影响你的精神、体力、情绪，甚至是肌肉量。而且，这绝对不只是男性的问题。女性的生殖健康、荷尔蒙平衡同样会因为睡眠不足而受到严重的损害。这只是开胃菜，用来证明睡眠的影响力是多么的根本。接下来，我们先从你的大脑开始看起，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事。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个重灾区——你的大脑，特别是你每天都要用到的2项核心功能：学习和记忆。很多人可能都有通宵读书或加班的经验，觉得牺牲睡眠换取时间好像是一笔很划算的交易。但科学告诉我们，这笔交易你真的亏大了。睡眠不足根本就是在直接攻击你的大脑，让它完全没办法正常运作。重点来了，科学家做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实验，他们把一群健康的成年人分成2组，一组睡饱8小时，另一组则被剥夺睡眠，也就是整晚不准睡。第二天，让这2组人进到核磁共振仪器里面，一边扫描他们的大脑活动，一边让他们学习一大堆新的知识。结果呢，就是你现在看到的数字。仅仅1晚睡眠不足，他们大脑形成新记忆的能力就足足下降了 40%。你想象一下，这 40% 是什么概念？这就是一场考试，你本来可以考100分，结果直接变成不及格的60分。这差距真的太巨大了。这不只是考试而已，想想看，如果你是一个需要高度专注和学习的专业人士，比如外科医生、飞行员、工程师，这 40% 的学习能力差距，后果会有多严重？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里有一个很棒的比喻，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个睡饱的大脑，就像一块干燥、蓬松的海绵，准备好吸收任何新的资讯、新的知识。但一个睡眠不足的大脑，就像一块已经吸饱水、湿透了的海绵，你再倒多少水进去，它都吸收不了，只会全部从旁边流掉。这就是为什么你熬夜之后会感觉脑袋顿顿的、昏昏沉沉，什么都记不进去的真正原因。你的大脑记忆回路真的满了，它失去了吸收新资讯的能力。科学家透过脑部扫描找到了这个记忆海绵的具体位置，它叫做海马回，是大脑里负责接收新资讯的区域。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电子邮件的收件匣。你看左边这张图，在睡饱的人脑中，海马回的活动非常活跃，呈现健康的绿色讯号，代表收件匣是开着的，随时准备接收新邮件。但你看右边，在熬夜的人脑中，海马回几乎是完全没有讯号，一片死寂。这代表什么？就代表你的记忆收件匣根本就直接关门大吉了，任何新的资讯、新的经验都会直接被系统退信，完全存不进去。所以熬夜读书效率才会那么差，因为你根本没有把东西真正收到你的脑子里。那么睡眠是怎么帮助我们记忆的呢？
这个过程其实非常精妙且优雅。你可以把刚刚提到的海马回想象成一个暂存用的 USB 随身碟。半天你经历的所有事情，学到的所有知识，都会先存进这个小小的随身碟里，但它的容量有限。到了晚上，当你进入深度睡眠时，大脑会产生一种非常强大的脑波。这个脑波就像一条高速传输线，它会把 USB 随身碟的档案全部复制，传输到一个更稳定、容量几乎无限大的地方，叫做大脑皮质，也就是你的长期硬碟。这个过程有2个超级重要的好处。第一，它把你昨天的记忆安全的备份了，让你不会轻易忘记。第二，更重要的是，它把 USB 随身碟的空间清空了。所以当你第二天醒来，你的大脑又是一个干净的、准备好接收新资讯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在学习之后睡觉来巩固记忆，也需要在学习之前睡觉来清出学习的空间。睡眠是学习回圈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好，讲完了大脑，我们来看看身体的部分。如果说睡眠不足对大脑的伤害是温水煮青蛙，那对身体的伤害可以说是直接又猛爆，尤其是在免疫系统和心血管系统这2方面。你准备好了吗？因为接下来的数据真的会让你吓一跳。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你有没有想过，每年全球有70个国家，超过16亿人都会不自觉地参加一场大型的睡眠实验。这场实验就叫做日光节约时间。春天，大家要把时钟拨快1小时，也就是强迫所有人少睡1小时。秋天，再把时钟拨慢1小时，让大家多睡1小时。科学家就去追踪这前后的健康数据，结果发现了惊人的现象。在春天少睡那1小时之后的24小时内，医院通报心脏病发作的比例暴增了24%。反过来，在秋天多睡那1小时之后，心脏病发作的比例则显著下降了21%。这数据告诉我们什么？你的心血管系统其实比你想象的脆弱非常多。仅仅只是1小时的睡眠变化，就能对心脏产生这么剧烈的影响。现在，请你想想看，如果你是长期每晚都少睡1-2个小时，那对心脏的压力日积月累下来会有多大？再来，我们来谈谈免疫系统。在你的免疫大军中，有一种非常厉害的精英部队，叫做自然杀手细胞。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免疫系统里的特勤干员或秘密警察。他们的工作就是在你身体里24小时不间断地巡逻，一旦发现任何可疑的危险的分子，比如入侵的病毒、细菌，甚至是刚突变形成的癌细胞，他们就会立刻上前，把它们精准地消灭掉。所以，你身体里随时都有一支强大且活跃的自然杀手细胞军队，是你维持健康、预防癌症的第一道防线。各位，请你仔细看这个数字。科学家又做了一个实验。这次他们不让受试者完全不睡，只是把他们的睡眠时间限制在一个晚上4小时，就这么1晚而已。这可能比很多大学生期末考前或是上班族赶报告时睡得还多。隔天，科学家去检测他们体内自然杀手细胞的活性，结果活性竟然下降了70%。70%，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数字。这代表什么？这就好像你家的保全系统突然之间有70%的保全人员都集体请假去放假了，小偷当然想来就来。你的免疫防线在一夜之间就出现了巨大的缺口，让你处于一个严重的免疫缺陷状态，对各种疾病的抵抗力都大幅下降。正是因为睡眠不足和免疫力下降，癌症风险之间的关联性实在太强了，强到无法忽视。所以世界卫生组织 WHO 在经过大量研究后，已经正式将任何形式的夜班工作归类为可能的致癌物。你没听错，致癌物，它被放在跟一些工业化学物质、杀虫剂类似的分类里。原因就是因为夜班工作会严重干扰你正常的睡眠周期和生理时钟，长期下来就等于是让你身体里那群抗癌的特勤干员长期处于一个低迷怠工的状态，这自然就大幅提高了罹癌的风险。如果前面讲的记忆力下降、心脏病跟癌症风险提高，你都觉得还好，可能离自己还很远，那接下来这个可能会彻底改变你的想法。因为最新的科学研究发现，睡眠不足的伤害是直达你身体最根本的层级，它会直接改写你基因的表现方式。
这里的实验是这样的，找一群健康的受试者，让他们连续1个礼拜，每晚只睡6个小时。6小时听起来好像还好，对吧？很多上班族可能都觉得能睡到6小时已经很不错了，算是常态。但仅仅1个礼拜之后，科学家去检测他们体内的基因表现，跟他们之前睡饱8小时的时候做比较，结果发现总共有711个基因的活动被严重的扭曲了。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代表着你身体的底层操作系统已经因为睡眠不足而开始出现大规模的混乱。那这71个基因具体是怎么变的呢？简单整理一下，基本上就是坏的全部打开，好的全部关掉。首先，跟我们免疫系统有关的基因，它们的活性被关闭或掉降了。这就从基因层面解释了为什么你免疫力会下降。同时，那些会促进肿瘤生长、引发慢性发炎、导致压力跟心血管疾病的基因，它们的活性却全部被打开或调升了。这根本就是双重打击，一方面削弱你的防御力，另一方面又帮各种疾病大开绿灯。而这一切仅只是1周每晚少睡2小时的结果。讲了这么多睡眠不足的可怕后果，我们最后来做个总结，并且重新思考一下，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睡眠这件事？它真的只是一个可以被牺牲、被压缩的选项吗？还是说，我们整个社会从一开始就搞错了它的定位？这句话可以说是今天所有内容的核心。Matthew Walker 教授说，睡眠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生活奢侈品，它是一种不可协商的生理必需品。它就像空气、水、食物一样重要，它就是你的生命维持系统。我们整个社会常常把睡得少跟努力、成功画上等号，觉得牺牲睡眠是一种美德。但所有的科学证据都告诉我们，这完全是错的。充足的睡眠才是让你大脑和身体能以最高效率运作的基础。它不是懒惰的象征，而是真正了解自己身体运作方式的一种智慧的表现。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睡眠不足会直接攻击你的大脑学习中枢，让记忆力大幅衰退40%，就像一个关机的记忆收件匣。第二，它会摧毁你身体的防线，仅少睡1小时，就可能让心脏病风险剧增24%，而只睡4小时，更会让抗癌的免疫细胞活性暴跌70%。第三，长期睡不够，甚至会从根本上扭曲你体内超过700个基因的表现，一边关闭你的免疫力，一边又打开通往肿瘤、发炎和心血管疾病的开关。所以最后，我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也是今天所有内容的最终反思。在你追求事业、学业或任何人生目标的路上，你觉得少睡那1小时真的值得吗？你以为你赚到了1小时的时间，但你实际付出的代价可能是你的记忆力、你的免疫力、你的心脏健康，甚至是你的基因稳定性。这笔账真的划算吗？希望今天的内容能让你重新审视睡眠的价值。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